我小时候，村子里连着3年大旱，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，家家户户都没有吃的。我爷是村里的村长，为了弄到吃的，他带着10几个年轻的男人进了山里去抓野猪。天很晚的时候，我爷他们才回来，带回来一只野猪，那野猪非常的大，少说也有5、600斤重。我也在现场，我躲在我奶怀里，只敢露出一只眼睛，偷瞄那只被绑的野猪。野猪发出嚎叫声，我看见它眼睛里有泪光。村里的人都拿着饭盆围在村口，就等陈屠夫杀猪。陈屠夫将刀磨得锋利，对着那野猪嘀咕了几句，便手起刀落，将野猪头砍了下来。他手里拿着野猪头，大声说：“这猪头给村长家。”村民没人敢说话，他们都怕陈屠夫，他是个狠角色。我爷虽然是村长，但在陈屠夫面前也只能乖乖听话。毕竟我爸妈都在省外打工，家里只有我和我奶，不成气候。我爷接过猪头，笑着说：“这猪头可是好东西，便宜我了。猪头肉少，全都是骨头，哪里够吃啊？”我心里不满，但也不敢说。陈屠夫见我爷收下猪头，他又得寸进尺地说：“我给大家分肉，大家排好队，不许抢。”陈屠夫话音刚落，村里的人就都排好队，等待陈屠夫分肉。分肉这活本该是我爷来分，可陈屠夫偏偏抢了这活。我爷将猪头放在盆里，他看着我奶说：“咱回家把这猪头炖了，给福子补补。”我小名叫福子，大名叫刘福。我爷话音刚落，就听见砰的一声，陈屠夫将刘春龙的饭盆扔在地上。不是领过了吗？怎么还赢？刘春龙是我堂叔，他爸和我爷是亲兄弟，他家里只剩下他自己，其余的人都去了城里。我们2家有来往，但关系也就那样。我堂叔个子矮小，又天生残疾，他的眼睛处于半瞎状态，只能勉强看清人。我堂叔笑着说：“我没领，我刚才一直排队。”我堂叔用手指了指后面的人，好像希望后面的人给他作证，但没有人说话，因为我堂叔是守村人，每天吃饭都难。我堂叔将地上的盆捡起来，朝着陈屠夫示好，可陈屠夫冷哼一声，用拿到的手指了指我爷：“那不是领了吗？快滚！”我堂叔脸上的笑瞬间僵住，他说：“那是我堂叔家，不是我的。”陈屠夫用刀狠狠砍了一下猪肉：“滚！”我爷皱了皱眉头，像是在隐忍。他朝着我堂叔招了招手：“春龙，过来吧，到我家吃。”5年前，陈屠夫买了个姑娘，那姑娘刚到村门口，就碰到我爷，向我爷求救。我爷心善，就报警了，把那姑娘救了。陈屠夫跑到我家里闹，让我爷陪他媳妇儿，我爷这才知道那是陈屠夫买的姑娘。我爷不答应，还把陈屠夫赶了出去。从那以后，陈屠夫就恨上我家。我堂叔犹豫了一会儿，小声说：“猪头肉不够吃，你就再分我一块肉。”陈屠夫皱眉，原以为他会发怒，结果他抓起猪毛扔到我堂叔盆里：“拿走吧。”我堂叔看了眼盆里的猪毛，他笑着说：“猪毛也行，回去熬汤总比不给强。”陈屠夫笑得肩膀发抖，他故意看我爷。我爷叹了口气，他朝着我堂叔招了招，我堂叔跟着我们回家。这一路上没有人说话，我堂叔的神色特别凝重。到了家门口，他才说话：“叔，我回去了。”我爷说：“别走。”我爷进了院，拿斧子把猪头劈开，给我堂叔1半猪头。我爷说：“春龙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先忍忍，人狂自有天收。”我堂叔说：“我不信这些，
我就知道哪天我要是活不下去，他也别想活。我堂叔说完这话，就把盆里的猪毛扔在地上，然后他跪在地上，朝着我爷磕头。虽说每逢过年，我堂叔都会过来给我爷磕头，但今天我堂叔这一跪，我感觉心里难受。我爷没说话，只是摆了摆手，示意我堂叔起来。我堂叔拿着半块猪头肉就走了，看着他没落的背影，透着悲凉。他家兄弟3个，只留他在老家，其余的都在城里，而且日子过得不错，都娶妻生子。我堂叔的爸妈也都活着，在城里养老，就是不肯接我堂叔进城里。我听我奶说过，他们嫌弃我堂叔有病，说我堂叔是不祥的人。我奶将半个猪头扔到锅里煮，我爷在院子里劈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锅里的猪头熟了，我奶喊我吃饭。看着盆里的猪头肉，我直咽口水。我奶夹了一块猪耳朵放到我碗里，吃吧。我奶又说，这骨头怎么办？我爷说，用锤子砸碎喂狗。我奶叹了口气，他说，吃完这顿，明天又得饿醒。我爷说，明天我去山里去抓野兔。我奶没好气地说，快60岁的人，你能抓到野兔？让春龙跟你一起去。我爷没说话，算是默认。我爷又说，村里的人拧成一股绳，这天灾就能熬过去。我奶又给我夹了块肉，他说，有陈屠夫在，还想拧成一股绳？别做梦了，除非他死。我看了眼我奶，我奶的表情很吓人。我奶瞪了我一眼，他说，快吃，吃完了就去城里找你爸妈。我没敢说话，我奶正在气头上。我看了眼外面的天，已经漆黑一片，连月光都没有。我爷吃了几口肉，就点了烟，闷头抽烟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爷就带着长刀出门。我看见我堂叔在门口等我爷，他俩一起出门的。由于家家户户都吃不饱，最近上山的人越来越多。到了晚上，我爷和我堂叔回来，俩人的竹篮里只有几个烂掉的野果子。我堂叔的脸上还有血，胳膊上还有淤青。我和我奶在家里饿了很久，只喝了一碗白粥，说话的声音都非常小。我爷说，家里跌打损伤的药膏拿出来给春龙用。我奶瞪了我爷一眼，他冷声说，没有，那药膏早就扔了。我堂叔笑了笑，他说，没事，不用涂药。说，婶儿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堂叔转身离开，他刚走出去几步，我奶就问，怎么回事？我爷说，本来我俩抓到2只野兔，但被陈屠夫抢了，还把春龙打了。我奶气得直跺脚，他故意朝着我堂叔背影喊，废物，窝囊，猪头肉都吃到狗肚子里了，嫁到你们老刘家，算我倒霉。我看见我堂叔明显身子一颤，他停止脚步，过了几秒，他继续朝前走，仿佛没听见似的，但我知道他听得清楚。我爷说，行了，把嘴闭上。我奶开始数落我爷，我爷跟我奶吵了几句，转身走开，不知道去了哪儿。家里只剩下我和我奶。我奶坐在凳子上，自言自语地骂人。我躲到屋里不敢出来，我害怕我奶骂我。天渐渐黑了，我爷还没有回来，我奶就有些着急。她站在门口四处张望，寻找我爷。我奶说，福子，你在家里待着，我去找你爷。我不想自己在家，我说，奶，我跟你一起去，给你作伴。我奶又说，小孩走夜路不好，听话。我奶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我爷的脚步声，他手里还拎着东西。
我用手指了指，哎，我爷回来了。我爷进了院子，伴着月光，我才看清他手里拎的东西是一块新鲜的肉。我奶说：“咋才回来？哪儿来的肉？”我爷看了眼四周，小声说：“进屋说。”进了屋，我爷把肉放在桌子上，他缓慢地脱衣服。我看见他袖口上有血，还没干。我爷说：“这肉是春龙给的。”我奶愣了几秒，眼睛盯着桌上的肉，半天没说话。我堂叔家里没吃的，他在哪儿弄来的肉？我爷看着我说：“福子饿了吧？把这肉炖上。”我点了点头，饿了。我话音刚落，我奶就瞪了我一眼，她说：“就知道吃，这么晚了还吃什么？明天吃。”我奶将桌子上的肉拿了下去。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走到房梁底下，将房梁上挂着的竹篮放下来。我眼睛盯着竹篮筐，我知道那里面装着好吃的，但我够不到，踩着凳子也够不到。我爷从竹篮筐里拿出一块发潮的饼干，他把饼干递到我手里：“吃吧。”我咬了一大口，又掰下来一小块递到我爷嘴边：“爷，你也吃。”我爷笑着说：“我不爱吃，给你奶。”我下了炕，拿着饼干去找我奶。我看见仓房里亮着灯，我奶在仓房里。我进了仓房：“奶，给你饼干。”我话音刚落，就看见我奶坐在干柴堆上抹着眼泪。她红着眼睛，见我出现，立马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然后把脸扭过去。我走到我奶身边：“奶，你咋哭了？”我奶推了我一下：“谁哭了？回去睡觉。”我奶推我的力度还挺大，我感觉肩膀疼。我说：“奶，给你饼干。”我不吃。我奶又说：“这辈子活着图什么？有什么意思？”我过去抱我奶，再次被我奶推开。她说：“起来，看见你就烦。”我灰溜溜的离开。到了第二天，我听见院子里有人喊：“村长，不好了，陈屠夫的腿被人割了肉，快死了，你快过去看看吧。”喊这话的人是隔壁邻居张婶子，他又说2条小腿上的肉都被割掉了。我爷披了件衣服，就急匆匆的出门。快走！我也跟了过去。陈屠夫家里围了很多人。陈屠夫躺在土炕上，脸色惨白，他铺的棉被都染上血。他见我爷出现，他瞪着猩红的眼睛骂道：“你还敢来？给我滚出去！”我爷说：“你在说什么？你腿怎么弄的？”陈屠夫的兄弟陈勇突然抓住我爷的衣领：“怎么弄的？是不是你让刘春龙那个王八蛋动手的？”刘春龙已经跑了。一定是你让刘春龙从背后打晕我弟弟，割了他腿上的肉。我爷说：“我没有。”屋里的人拉架，这才把陈勇拉开。陈勇说：“刘春龙是你侄儿，他跑了，你就得还债。”陈勇像是一条疯狗，死死地咬住我爷。我爷说：“我没有，你少冤枉人。”我爷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，放在桌子上。他说：“这药止血，再去隔壁村请个大夫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就拉着我离开。他走得很急，我得小跑才能跟上。我爷带着我去了我堂叔家，他家大门的敞开的，院子里的东西也不少。我爷站在门口喊了一声：“春龙”，没人回应。我爷就进了院子，我跟在后面。我堂叔家只有2间小土房，一间是住人的，另外一间放东西。我跟我爷进了屋，他家窗户很小，屋里的光线很差，屋里还有一股发霉的味儿。我爷看屋里没人，又进了仓房。我从小鼻子就特别的灵敏，我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儿。仓房里有个地窖，地窖口虚掩着，这难闻的臭味儿
好像是从地窖口传出来的。我说：爷，这仓房好臭。我爷看了看四周，脸色一沉，他突然抱起我，大步往出走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也抱着我已经走到了仓房门口。我的眼睛还在盯着地窖看，突然地窖口伸出一只手，我被吓得一跳，刚要喊，我爷就用手捂住我的嘴。我爷就这样抱着我，带我小跑到家门口。我爷的额头上都泛起了虚汗。他把我带进屋，我奶正在屋里做饭。我爷说要出大事。我奶放下手里的活，皱眉问道：什么大事？我爷说春龙怕是出了意外。我说不可能，我堂叔在地窖里，我刚才看见他伸出手。我不明白我爷为啥不让我说话。我爷不说话，我奶说冤有头债有主，这跟咱没关系。春龙活着的时候咱也没害他。我奶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脚步声。只见我堂叔手里拿着一个木棍进了我家院子，他好像彻底看不见了。我堂叔走路的姿势非常奇怪，很僵硬，并且我看见他脖子上有尸斑。我爷瞬间下了土炕，他说门关好，我出去。我爷走了出去，我奶将门关上。我坐在窗台边看着，我害怕堂叔伤害我爷。我堂叔说：叔，我看不见了，你带我去陈勇家吧。我爷说：春龙，你先回家，我去给你找大夫，咱先把眼睛治好。我堂叔说：眼睛真的能治好？我爷说：能，一定能。我堂叔僵硬的脸上露出笑，他说：眼睛治好，我爸妈就会接我去城里，对吧叔？我爷回过头看了眼我，他说：对。我爷又说了几句好话，我堂叔才离开。我堂叔走后，我爷才进了屋。他瘫坐在椅子上，大口的喘气。我爷被吓得不轻。我奶说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爷说：我不知道，但我猜是陈勇害了春龙。我爷话音刚落，就听见院子里一阵嘈杂声。陈勇带着几个人来我家，还有一些看热闹的邻居。陈勇大声说：滚出来！我爷叹了口气，他走了出去。我和我奶也跟了出去。我爷说：你这是闹什么？陈勇说：我都听说了，昨天晚上你拿回来一块肉，就是你害得我兄弟。我愣了几秒，昨天晚上我爷确实拿回来一块肉。我爷说那是兔肉，春龙给我的兔肉。陈勇怒吼道：兔肉？那分明是我兄弟腿上的肉。陈勇又说：你必须赔偿我兄弟，这院子这房子必须给我。这分明是明抢。我爷看向村里的人，没有人替我爷说话。我爷说：陈勇，你要大祸临头了，春龙在找你。陈勇听我爷说这话，瞬间脸色大变，明显的恐慌，但他又故作镇定。找我？我还找他呢。陈勇不依不饶，我奶进了屋里，拿出菜刀，他说：滚，滚出我家。我爷拦着我奶。陈勇见我奶拿菜刀，他往后退了几步，他说：拿菜刀我就怕你吗？我爷从我奶手里夺下菜刀，他说：咱们搬。我奶愣了几秒，窝囊废物。我奶进了屋，我爷说：给我们点时间，天黑之前一定搬走。陈勇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，他说：算你们识趣。陈勇带着人离开，看热闹的人也都散了，家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我爷说：这房子给他，他自己找死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奶没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我爷我奶开始收拾东西，
我听得云里雾里，没明白。我说：爷，咱们搬去哪儿？我爷说：先去观音庙住几晚。我爷我奶只是简单的带点东西，就急匆匆的带着我离开。观音庙很小，还非常破旧。3年前来观音庙拜的人还很多，也会放贡品，但这几年天灾，村里人活着都难，根本没时间来拜观音庙。我爷在地上铺了被子，我帮我奶收拾观音庙。到了晚上，我听见一阵惊悚的叫声，是陈勇的声音。观音庙距离我家房子不远，我猛地坐起来。我爷我奶也醒了，伴着月光，我看清我爷的脸，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分明是在笑。我奶和我爷对视一眼，咱们回家吧。我爷说：再等等，天亮回去。我说：爷，我堂叔还活着吗？我爷说：快睡觉，小孩子别管那么多。天刚蒙蒙亮，就有村里人来敲门。村长，大事不好，陈勇死了，在河里淹死的。我爷披了件衣服，开门走了出去。啥时候的事儿？今早村里人去河里抓鱼，就瞧见陈勇的尸体。我爷说：快走。我爷走后，我奶嘴里哼着曲儿，心情很好。他收拾好东西说：福子，咱回家。我奶带着我回家，家里的摆设都没有变，唯一奇怪的地方就是屋里的门槛不见了。我蹲下来看了眼门槛，像是被锯掉的。我小时候最讨厌门槛，不注意就会被绊倒。我跟我爷说过几次，让他把门槛锯倒，可我爷不答应。他说门槛可以阻拦邪祟进屋，不能锯掉。陈勇死了，我想去看看。趁着我奶做饭的功夫，我偷偷跑去河边。村里的人都在河边，我往前挤了挤，只见陈勇的尸体漂浮在河上，脸朝下。听老一辈说，河里淹死的人怨气大，村里的人也不敢贸然去捞陈勇。张强说：村长，这咋办？我爷犯了难，他说去请捞尸人。张婶子说：村长，这天灾的年景，哪儿还有捞尸人？要我说，这事儿还是让他兄弟管。陈屠夫还活着呢，对，让陈屠夫管。人群里传来声音：村长，陈勇他家里还有粮食，他人都死了，那粮食怎么办？对啊，那粮食怎么办？他们兄弟俩是村里的恶霸，平日里没少欺负我们，那粮食是我们的，分粮食。对，分粮食。村里的人都在说分粮食的事儿。我爷吸了口烟，又吐了出去。他说：陈勇虽然死了，但陈屠夫还活着，轮不到咱们分粮食，都散了吧。我爷说完这话，村里的人都小声议论，但没人大声说出来。过了会儿，大家也都散了。我爷带着我回家，可走一半，我爷就说：福子，你先回家。我爷说完这话，就朝着西面走。我知道那是去我堂叔家的路，我偷偷跟了上去。我爷进了仓房，他对着地窖自言自语道：春龙，陈勇已经死了，你可以放心走了。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就看地窖口伸出一只手，我堂叔从地窖里爬出来，他脖子上的尸斑已经蔓延到脸上，身上透着阴森诡异。我爷竟然不怕。我堂叔说：叔，大夫那儿，你不是说找大夫给我看眼睛吗？我堂叔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，他的眼睛已经腐烂，里面有蛆在爬。我被吓得半死，爷，快跑！我话音刚落，我堂叔就冲了出来，他紧紧抓着我的脖子，把我提了起来。
这么近的距离，我能清晰看到堂叔耳朵里爬的蛆，并且他身上散发着腐烂的臭味。我爷焦急地说：陈龙，福子是你侄儿啊，大夫我给你找了，就在河边，我带你去。我堂叔的脖子僵硬地扭动一下，他说：带我去。我爷一脸担心地看着我，他示意我别说话。我爷说：好，我带你去。河边只有死人陈勇，根本没有大夫。我爷在说谎。我虽然害怕，但还是相信我爷。这一路上，我堂叔都在念叨，他的眼睛是被陈勇弄瞎的，他割了陈屠夫腿上的肉，被陈勇发现，陈勇杀了他，他要找陈勇报仇。我心里震惊，我堂叔竟然割了陈屠夫腿上的肉。我爷那晚拿回来的肉是谁的？该不会是陈屠夫的吧？我心里一阵恶心。到了河边，我看了眼河里，陈勇的尸体不见了。我堂叔将我放下，他暴躁地说：大夫在哪儿？我堂叔话音儿刚落，我就看见树林里走出个人影，离近看才知道是陈勇。陈勇的脖子上布满了青筋，脸发肿，浑身散发着恶臭。我堂叔他僵硬地转身，他察觉到陈勇的存在。我爷朝着我招手，示意我过去。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。我爷将我紧紧抱住，他说：陈勇杀了大夫。我爷话音儿刚落，我堂叔像是疯了一般冲向陈勇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，互相撕咬，他们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十分瘆人。我爷捂住我的眼睛，他带着我回家。到了家，我爷说：快弄点锅底灰，再把陈屠夫家的刀借来。我奶焦急地说：怎么了？我看了眼镜子里的自己，脖子上有淤青，那淤青是一只手的形状。我感觉呼吸困难，眼皮越来越沉。我奶说：我这就去。渐渐的，我没了意识。等我再次睁开眼睛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土炕上，窗外下着大雨。3年了，第一次下这么大的雨。雷声滚滚，乌云笼罩在天空上。我爷我奶都陪在我身边。我奶说：醒了，福子醒了。我奶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退烧了。我爷的脸上多了一丝笑，他说：醒了就好，饿不饿？我说：渴。我奶给我倒了水，我爷把我扶起来。我刚坐起来，就听见铃铛的声音。我的脚腕上多了个红绳，红绳上系着铃铛。我喝了水，奶，这铃铛是什么？我奶说：庙里求的，辟邪，不能摘下来。我看向窗外，阴雨天怨气重。我说：奶，我睡了多久？2天。我又问：爷，那天你拿回来的肉是什么肉？是不是陈屠夫的？你和我堂叔一起割了陈屠夫腿上的肉。我清晰地记得，那晚我爷的袖子上有血迹。我爷愤怒地说道：胡说什么？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我又提了一个声调：那肉是哪里来的？我堂叔家里没有吃的，上哪儿给你肉？我爷说：那是兔肉。我感觉我爷不讲理，他看我的眼神仿佛我再多说一句，他就要动手打我。我只好闭嘴。我奶给我端来小米粥，小米粥里还有个剥皮的鸡蛋。我奶说：趁热吃吧。家里不是没有粮食了吗？哪儿来的小米粥？哪儿来的鸡蛋？我说：奶，哪儿来的小米粥？我爷抽烟咳嗽几声，看了一眼我奶。我奶说：年纪不大，管得不少，给你吃你就吃。见我奶板着脸，我就不敢再问了。一场大雨过后，山上长了蘑菇，
我奶带着几个婶子一大早就去山上采蘑菇，我爷带着10几个男人去山里抓野猪，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玩。到了晚上，我奶带着一棚蘑菇回来。奶，我爷呢？我奶拿了个木桶，又拿了个干净饭盆。她说，你爷在村口给大伙分猪肉。我奶又给我一个饭盆，她锁了门，带我去村口。那头野猪不大，也就200-300斤重。村里的人都排好队等着我爷分肉。我看见排队的人里有陈屠夫，他拿着饭盆，脸色憔悴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瘦得像干尸。我爷用刀分肉，村里的人笑着说，又吃到肉了，咱们得感谢村长。是啊，感谢村长。村里的人都在起哄，陈屠夫阴着脸没说话。轮到陈屠夫领肉，他把饭盆扔在桌子上。站在我爷身边的张大伯说，程刚，你什么态度？陈屠夫说，我什么态度？张大伯又说，抓野猪没有你，分肉你倒是积极，到后面排队去，等大伙都分完，剩下的才能给你。张大伯说完这话，就把陈屠夫的饭盆扔到地上，饭盆滚了几圈才停下来。村里的人哄笑起来。陈屠夫瞪着猩红的眼睛看着张大伯，他说，给我捡回来。陈屠夫这一瞪眼睛，张大伯明显愣了一下。陈屠夫如今虽然是个跛子，但他之前可是狠人，还是有点余威在的。张大伯嘴硬着说，不捡，你还想欺负我们？做梦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陈屠夫抬起手就动手，他和张大伯扭打起来。张大伯虽然年纪大，但他胖，他猛地将陈屠夫推倒在地上，滚！再不滚就打死你！快走吧，你家那么多粮食，不差这口肉。就是，平常没少欺负我们。陈屠夫勉强站起来，他用手指着村里人，粮食？你们还好意思说粮食？我家里的粮食都被你们偷了。张大伯说，你少胡说，谁偷你家粮食？我爷突然开口，行了，把饭盆拿过来。这话是对张大伯说的。张大伯看了眼我爷，他说，村长，这种人不能惯着他脾气，越是给他脸，他越是嚣张。我爷没说话，张大伯叹了口气，他将盆捡起来拿到桌子上。我爷割了一块肉放到盆里，拿走吧。陈屠夫缓缓起身走到桌子旁，他拿起饭盆冷笑一声，刘春龙死了，但我兄弟没死，你们都等着。陈屠夫说完这话，拿着肉离开。我爷皱紧眉头，他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我知道陈屠夫的话让他不舒服。到了晚上，我被尿憋醒，我刚要起身，就听见我奶说，怎么样，陈勇的尸体还在地窖里吗？我听见我爷的脚步声，我爷说不在。我奶大声说，怎么会不见？地窖上面拴着锁头，钥匙还在我这里。我爷说，小点声，别把福子吵醒。我听不清楚，我爷我奶不想让我知道这事儿，我只能继续装睡。我奶又说，春龙的尸体还在地窖里吗？我爷说不在。我奶说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奶又说，陈屠夫把他俩的尸体都偷出来了。我奶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一阵敲门声，我的心瞬间悬挂到嗓子眼处，我猛地坐起来，再也装不下去。我奶把我抱住，捂住我的嘴。我爷示意我们别说话，外面传来我堂叔的声音，叔，开门，我是春龙，我来给你拜年了。我堂叔的声音透着诡异，我汗毛都竖起来。我爷看了我奶一眼，我奶说，春龙，你叔不在家。我堂叔突然笑出声，他说，婶儿，你咋还说谎呢？
我刚才明明看见我堂叔进屋了，我一路跟过来的。又是敲门声。我堂叔说：“叔，开门啊，外面冷，我快冻死了。”我爷皱紧眉头，他突然使劲拍了下桌子，又把床头的碗摔在地上。我爷骂道：“滚！老刘家祖上积德，怎么生了你这个东西？没个人样，怪不得你爸妈进城里不带你，晦气！”我爷又骂道：“马上滚！再不滚，我就搬到城里，让你自己留在村里，让人欺负。”门外没了动静。过了许久，我堂叔才说话：“叔，你别生气，我走。”我爷又说：“滚！”我爷的额头上泛着虚汗。我奶说：“走了吗？”我爷的眼睛瞪得老大，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这一晚上我们都没睡。等天亮时，公鸡打鸣，我爷才敢把门打开。我看见门上有抓痕，应该是我堂叔拍门时留下的。我爷说：“不能让春龙、陈勇继续害人。”我奶说：“咱们走吧，去城里。”我爷说：“咱们去城里，村里人就要遭殃，把大伙都喊来吧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就见张婶子气喘吁吁地跑来。他说：“村长，你快去陈屠夫家看看吧，陈屠夫死了。”小亮说：“昨晚看见春龙去他家，把他杀了。”我爷说：“把村里人都叫来，找木头搭起架子，把陈屠夫的尸体烧了，马上烧掉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就往陈屠夫家去。我和我奶挨家挨户的通知，总算是把村里近100户人家聚在一起。干柴堆得很高，陈屠夫的尸体被放在干柴堆上，我爷点了火，在烈火的焚烧下，陈屠夫的尸体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味儿。我爷说：“不能再让春龙、陈勇害人，今晚大家都别睡觉，把他俩引到我家，放火烧了。”村里的人皆是面面相觑。其中一个人说：“村长，这春龙是你侄儿，陈勇跟你有过节，跟我们没关系。”“就是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哪敢抓尸体？”“对啊，我们不敢。”我爷干咳2声，他说：“你们摸着良心说，平常有没有欺负春龙？陈勇是个恶人，他是不会放过任何人的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就听见砰的一声，陈屠夫家里的酸菜缸倒在地上。陈勇从酸菜缸里爬出来，众人皆是大叫，四处乱跑。陈勇的身体已经腐烂，走路像是丧尸，浑身散发着臭味。我爷大声说道：“都别跑，拧成一股绳！”我爷从火堆里抽出燃烧的木头，他朝着陈勇挥舞火把，其余的人都躲到一边。我奶抱着我也躲了起来。陈勇的嘴里发出嘶吼声，他的声音非常刺耳，但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他的舌头没了。陈勇朝着我爷冲过去，我爷往后躲，但却撞到柱子，他手里的火把也掉在地上。我大喊一声：“耶！”我奶紧紧抱着我，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爷拿起地上的斧子，朝着陈勇劈过去，劈在陈勇的肩膀上。他肩膀处流出粘稠的脓水，恶臭无比。他张开大嘴就要咬我爷，我想过去帮我爷，可我太小，根本帮不上忙。突然，我堂叔从后面抱住陈勇，他将陈勇拖拽到火堆旁边，然后猛地用力，俩人都掉进火堆里。火堆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我看见我堂叔那张布满尸斑的脸上有一丝笑。我也愣住原地，久久没有反应。等我和我奶走到他身边，我才看见我爷哭了。村里的人瞧见我堂叔还有陈勇葬身火海，脸上都露出笑，这回可安心了。就是村里的烂人都死绝了。我爷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
怒吼道：“你骂谁是烂人？”我第一次见我爷发这么大的火，他和说话的人打了起来，村里的人开始拉架。日子一天天的过，这事儿也就是过去了。我爷把我堂叔留下的衣服烧了几件，给他埋在土里。我13岁那年，我爸妈来接我们去城里住，我爷死活不去，他就要守在我堂叔的院子里。他说我后悔。我猜我爷是后悔那天骂我堂叔，骂的话太难听。我奶见我爷不肯定去城里，他也不肯定去，他们俩人就留在老家。我跟着我爸妈进了城里，在城里住，我经常做噩梦，梦见我小时候发生的事。又过了15年，我回家祭祖，我爷我奶依旧住在我堂叔的房子里。我爷我奶明显的衰老，我爸妈坚持要把他们带去城里。我爷说去城里也行，得把春龙带着。我爸觉得我爷得了老年病，开始糊涂了，嘴上就答应着行，带春龙一起走。我家在城里有个3室1厅的房子，我姨奶来了，就在楼下租了个房子。那天晚上我去我爷家吃饭，我瞧见饭桌上摆着4副碗筷，我知道多出来的碗筷是给我堂叔的。我已经习惯了，我刚要夹菜，我爷就说等你堂叔上桌一起吃。我笑了笑，行，等我堂叔。我坐在背光的地方，桌子上有我们3个人。我话音刚落，就看见一个人影出现，那人影的轮廓就是我堂叔。